勢打到現在超過100天，誰是最大贏家？來自於外媒的最新說法，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中東最大的贏家。為什麼這樣解讀？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深入探討。那麼王毅這時候出手說要重建伊朗，川普的部分簽 MOU， 希望能夠收拾殘局。現在整體看起來，北京市這一戰哦，改寫了中東的新秩序，做了些什麼？等一下一起來看細節。好，我們來看到呢，美伊終於是簽下了 MOU 哦，正式簽下了14點的 MOU。那各大媒體現在也在關心說，接下來這個荷姆茲海峽會不會開放呢？川普到底會怎麼做呢？都要持續的做觀察。但是現在大家更關心的事情是，大家發現到了，現在中東啊，全新的中東版圖正在被改寫，關鍵的推手。他們認為就是中國大陸，因為呢，美伊簽署了 MOU 之後，中國在第一時間立刻有了各種的動作。首先呢，他向黎巴嫩跟伊朗這邊提供了第一批的這個人道援助之外，我們來看到他持續的推進跟伊朗的關係，還有跟巴基斯坦的關係。針對於伊朗，他特別呢跟這個伊朗強調了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個是跟伊朗。再來呢，他跟巴基斯坦的部分呢，也是跟巴基斯坦協調說會來一起推動勸和促談等等，所以呢，被解讀說，中國大陸好像沒有真的去參與任何的事情，但是國際的公信力正在大幅的提升當中。就連美國總統川普都這樣說，他說習近平對美伊和談的幫助非常的大。大家就在看說，那北京其實沒有出一兵一卒啊，也沒有參戰啊，但是呢，為什麼整場這個戰略看起來是中國拿到最多呢？而且外媒直接點出，中國大陸有4大的戰略紅利。我們來看到有哪4大點。第一點，他說呢，在這一場中東戰事，讓大陸的外交影響力大幅的提升，尤其在2023年促成了伊沙的和解，那今天又推動了美伊的停火。第二件事情是，我們看到，在這一場美伊戰事當中，美軍的戰略資源正在被快速的消耗當中，不管是飛彈、防空系統、它的航艦的部署等等哦。再來就是有關於能源的部分，中國能源的安全正在快速的提升。伊朗作為非常重要的石油這個賣家哦，再次的重回市場，那中國大陸可以穩定的跟他買石油，成為最大買家。再來就是中國大陸不斷的在能源上面在加速的轉型，不管是這個太陽能、風電跟水力設備都是全球的一個重要的榜樣。再來就是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面的角色，剛剛講了嘛，和平的角色正在持續的擴大當中。這一場美伊談判，台面上說呢是巴基斯坦在幫忙做和解的，但是有一個說法，真正長局布局的人是中國嗎？北京一步步編織出今天新的一個中東，現在在看說影響力有沒有可能追趕上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楊老師怎麼解讀？我覺得這一次美國跟伊朗已經正式簽了協議了哈，看起來其實他們都是輸家，以色列是輸家，海灣國家也是輸家。那真正的大贏家，我覺得眼前短期應該是巴基斯坦，但這個時候講輸贏啊，很奇特。那中國大陸當然應該在這裡邊是有所就是整個外交戰略上有正面的這個效果出現。可是，與其說是中國的這個正面效應，還是說它的戰略布局，我覺得是美國自討苦吃。其實很簡單，川普就像是掌控巴拿馬運河、委內瑞拉的石油，那個種植石油，他想要掌控北洋的這個航線，所以從格陵蘭到巴拿馬到委內瑞拉。他現在想要掌控整個中東的石油，所以他要掌控荷姆茲海峽。2月28號的時候，他就整個轟炸伊朗，他覺得伊朗會瓦解。那這個瓦解如果出現了一個整個親美的伊朗，那幾乎整個中東就在美國的掌控。這個時候，他5月15號到北京去的時候，那個角色跟那個身份就不一樣了，走路起來都有風的。結果呢？他完全失敗，他戰爭失利，太天真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哪個總統、哪個這個將軍沒有想說要去推演、去打伊朗？但是呢，實際上地緣、地理以及現在新的武器的發展，都讓他們知道這個戰爭很難打，不是那麼短期能打的。你說不定美國如果再打個3、5年，他可能會贏，不一定。
就像他拿下了伊拉克，拿下了就是阿富汗，但阿富汗還是撤軍，伊拉克現在其實也沒有那麼緊跟的美國，所以你要在短期之內達到這個效應，基本上你是失敗的。那另外呢，在短期之內就會造成了全世界的能源的這種緊繃壓力，那美國自己的國內的通膨，油價的高漲，通膨4月份是3.8%，5月份是4.2%。他如果現在6月19號不簽這個協議，6月就會通膨來到4.5%以上。當連續3個月的通膨都達到就是不斷的增長的話，那個股市就會往下掉。過去經驗都是如此。所以他一定要在這6月中簽署這個東西，讓國際油價掉下來。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顧及到中東，顧及到石油，顧及到荷爾蒙斯海峽。他現在顧及的就是他自己的通膨、選舉，然後呢股市。那但是它會造成什麼東西？第一個，你美國就從整個中東的勢力影響降低啊。這些海灣國家在這個約簽了之後，他還是會跟你繼續維持美軍的基地嗎？有些應該會，但是呢，我覺得這個關係大不如前。然後以色列10月7號，大概內塔尼亞胡BB可能會下台了。好，因為選舉他已經不可能取得多數超過60席了。然後呢，伊朗他現在完全是你跟他交易這個過程，不只是給他3000億，你還要這個減掉這些制裁、封鎖跟凍結，伊朗會變成一個中東強國了。而伊朗的背後是誰？基本上就是俄羅斯、巴基斯坦跟中國大陸。所以，與其說是中國大陸，只是說在這樣一個局當中他做該做的事，他也看到這個局的變化。然後這個整個大的方向，國際政治跟這個地緣政治，其實是在往這個中美之間的競爭的話，是往這個美國的反方向而去。那當然對中國就比較有利。而中國事實又提出來全球治理的，就是這個訴求。他的全球治理就反對單極霸權，那反對大國這個主導，然後呢，希望多邊的主義。那這個時候又符合就是中東國家的這個利益跟訴求。我覺得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川普本來是要鋌而走險，要玩大的，以為他能夠整個掌控中東、伊朗、荷爾蒙茲海峽跟石油，軍事上能夠掌控，就像他對那個委內瑞拉或者是巴拿馬一樣，結果呢，完全的反效果出來。那當然，並不是說美國接下來從中東要完全退出，可是呢，你看到的大概的確，他的軍事力量在這一次的測驗當中呢，大家對他又有一點看穿了。因此，會不會也是因此，他就想要把那個印太總部改名叫太平洋總部，也就不玩那麼大了，比較針對的就是第一島鏈，所以這整個大戰略現在在轉變當中，而中國當然也就順勢在推動他整個他自己的外交的戰略的布局。那看起來整個中國模式、中國的基建以及中國的製造跟科技在這個過程當中再加上我們前面剛才講的2題的有關於這個稀土跟稀有金屬的這個布局我覺得整個大的這個局勢其實對美國真的越來越不利。而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就是不斷的去 IPO， 比如說那個什麼 SpaceX 那麼 OpenAI 然後 AI 的這個東西，要把那個圖像畫得越來越大，不就移民火星等等之類，所以錢都過來了。那錢都過來的時候，是不是能夠帶動美國的製造業再一波的發展？但是呢，我覺得在整個國際地緣政治上，其實美國是在退潮當中。好，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場中東戰事，等於是美國自己玩壞了，那反而倒有助於中國大陸的在國際戰略地位的提升。剛剛外媒特別提出了4點紅利，不管是在外交，或者是美軍它的資源大量的消耗，或者是中國能源安全提升，還有它的國際角色放大等等。中國大陸未來在中東的影響力會高於美國嗎？有沒有這一天？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並駕齊驅的可能性是可以看得見的那未來會不會超過美國？那要看，中國大陸是不是繼續扮演這個石油市場最大的這個消費者的這樣的一個方式。還有就是軍事能力能不能升到這個地中海升到這個阿拉伯海這個地方。那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在未來的科技能力遙遙領先美國。那在這個部分裡面，中東的國家走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更加的依賴。更加的緊密，超過對美國的依賴，我想這個局勢就轉變了。以目前來看的話，大陸當然它在中東的地區，它的成功事實上是蠻顯著的
過去大陸在中東要有發言權、要有話語權不多，所以也很難介入。但是您可以看到现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的。是，首先就是美国的總統特朗普川普多次的感謝中國大陸，如果包含今天所講的，這已經是第3次了，他還在感謝中國那也就是說，中國對於這一次的調停美伊的戰爭，川普主動多次的感謝的就是中國跟俄羅斯，而這一次單獨特別感謝中國。另外就是伊朗當事方之一。伊朗的外長在第一時間，也就是確定了川普要簽字的時候，馬上打電話給中國的外長，給大陸的外長王毅，然後表達對於這個談一下就跟中國大陸做簡報，報告整個進度還有內容。那這代表什麼？代表這個部分裡面，他要讓中國大陸完全能掌握。那你想，這個關係就不一樣了第二個，他表達感謝。那中國大陸有特別跟伊朗談，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那也就是地區，也就是中東地區的新的安全架構要繼續推下去。那這個就是符合中國過去在跟伊朗、跟沙特等這些遜尼派和什葉派他們所要共同建構的新的安全架構。再往前推的話，美國的影響力就開始往下降了。那歐洲這次基本上是退場了，所以我才會認為說歐洲退場了，中國大陸進場了。那有關於能源的這個部分裡面，它已經讓中東的國家很明顯的體認到，就是他們必須要走中國的新能源政策。為什麼？因為在這一次爆發的全球的能源危機中，中國大陸能夠承受得住，最主要的是中國的新能源政策的正確性跟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它的比重這麼高，所以使中國大陸對於石油能源、天然气能源的需求再往下降。那大陸現在对于核能的發展一直在往上升的情形下，我們可以看到新能源政策也變成中東的國家要引進的一個產業，這個對大陸當然在經濟方面也很有幫助。好，再來，我們就是持續看到那談判桌上面的結果呢？現在目前的最新進度又是什麼？簽署了美伊的這個正式簽署了14點的 MOU。稍微來看一下細節，有人解讀說，怎麼看起來這個美國方面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啊，反而是回到了戰前的一個狀態，反而是伊朗得到比較多好處，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14點的內容當中，美國說它會解除，美國方面要解除海事的封鎖，伊朗要恢復石油的出口，美國承諾會逐步的解除對於伊朗的制裁，還說會給3000億的重建資金，凍結它的資產的這個封鎖，並且呢承諾不會再新增制裁等等。但是我們知道這個開戰之前，川普他的3大目標，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沒有達成。3大目標大家還記得嗎？當初美國設下的是伊朗要放棄飛彈體系，第2個不可以再武裝他的代理人了，第3個事件就是濃縮鈾要交給美國。這個最大的紅線，這3點完全沒有在 MOU 裡面。CNN 嘲笑說，川普犯下了一個最大的禁忌，交易的藝術是他自己的著作的名稱。他說呢，他急着把戰事結束，趕快收掉，趕快結束這一場事情。李將軍怎麼看？孫子兵法說，主不可運而自戰。你當個國家領袖，你不能因為你自己的情緒，你就發動一場戰爭。那川普不就是犯了這個錯誤嗎？你那時候被以色列拖進去打了一場，現在如果要不是中國幫忙，跟以色列、跟伊朗講說，哎，大家我們見好就收哈，這個放過美國一馬的話，那戰爭如果再拖下去，我跟你講，川普是多不利啊！你後續來講，不管是你自己國內的經濟通貨膨脹，或者是盟國對你的態度，甚至於你自己其中選舉，整個我覺得美國這次真的是一敗塗地。你從這14點的 MOU 哈，我可以具體的來講，美國這次是落荒而逃哈，落荒而逃。因為就像是這個思敏你剛剛講的這3個戰略目標，作戰一定有一個戰略目標嘛。我依據我的戰略目標，再來擬定我的軍事行動方案，依據我的軍事行動方案，再決定我的戰鬥計劃。那你整個這個下來，你如果說沒有達到你的戰略目標，你這場戰爭不叫失敗，什麼叫失敗啊？所以你看，第一個，你說這個其實還有一點啦，一開始美國原來跟以色列想要的是推翻伊朗的政權，那現在第一條就講說，這雙方不干涉伊朗內政，那是不是就是第一條就失敗了？第二個，這個說放棄飛彈好，原來在2月26號，我講2月26號。美國跟伊朗在日內瓦談的條件，就是說是伊朗不要發展超過2000公里的飛彈，你不要去打到以色列。但是說伊朗未置可否，
可是你現在明確的講啊，他現在繼續發展他的導彈呢，他不但打你以色列，還打你美國在海灣周邊的美軍基地啊。第三個代理人，這就更有趣了。現在和談的條件還有一點講的是什麼？全線停戰的，包括以色列不可以去打黎巴嫩真主黨。那前2天我們看到以色列這個納坦雅胡還不肯收手，還繼續去打，在黎南地區準備要發動轟炸，甚至於他要發動轟炸是對德黑蘭，被川普罵回去了。那你說這個對這些武裝代理人是不是美國也認慫了、認輸了，還拉住以色列不可以再去黎巴嫩那邊打仗？農作用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記不記得3月份在打仗的時候，我們這邊還在討論什麼？美國會不會動用地面部隊去奪取農作用？你現在不但不去奪取，而且後來又討論說，這個伊朗会不會把農作用交給俄羅斯或交給中國？那美國說不行，一定要交給由我美國來處理。現在好了，现在谁處理？现在伊朗自己處理啊！伊朗我處理完，我稀釋完以後，你美國來檢查。所以你看，這整個所有美國的戰略目標沒有一項達成，反而來講，伊朗因為這場戰爭而獲得很多好處。第一個來講的話，這個美國原來對它的這種荷姆茲海峽的封鎖，現在解除封鎖了。對不對？美國對他的經濟制裁現在解除了。原來伊朗要求說是你要戰爭要對我賠償，那美國換個方式嘛，改成用3000億叫做戰後重建嘛。而且這個錢美國也很惡劣哈，就不是他自己出，他叫誰呢？日本、韓國、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你們去出錢。但是我想這些國家是不是很樂意進去裡面做一個戰後重建哈？畢竟伊朗是能源的大國啊，它有的是錢，所以我覺得這個從這整下來講，還解除資金的凍結，所以整個方向來講，我認為伊朗在這場戰爭裡面，我認為它是獲勝的，反而美國是敗退的。那以色列現在變成什麼？變成棄子，被美國拋棄的一顆棄子。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